我攒下的100万存款，一夜间只剩200。行长甩锅给离职的前员工，只说和银行无关，拒绝担责。我气笑了，银行内鬼偷钱，凭什么让我扛损失？我妈旧病复发，被送进了 ICU， 急需30万手术费。听着我爸在电话那头颤抖的声音，我勉强稳住心神，安抚好他的情绪后，我迅速换下工装，直奔常去的银行，把卡和身份证递给柜员。柜员刷卡后，笑容僵住，反复操作后脸色煞白。他迟疑问我是不是这张卡，我心头一沉，余额不足4个字像惊雷在我脑子里炸开。我在工厂打拼了10年，攒下110万血汗钱，花30万用来救急完全足够，怎么会余额不足？我厉声质问，柜员顿时手足无措，说只剩200多块。我冲到柜台，盯着屏幕上的数字，心脏像被刺穿。我咆哮着要求查账，大堂经理和保安迅速围来。黄燕走了过来，脸上挂着职业化微笑，邀请我去办公室细查。他倒水操作电脑，时间流逝，我的心一点点沉底。他停下动作，说钱是3个月前被员工0月分批转走。我问钱能否追回，他直言0月已离职，联系不上，又说这是前员工个人犯罪，银行也是受害者。我拍桌站起，怒斥银行甩锅，要我承担损失。黄燕满脸淡定，让我报案处理。我怒极，当场拨通电话，他脸上的淡定瞬间凝固。一老一少2名执法人员很快赶到，黄燕立刻换上热情委屈的模样，殷勤接待。年长的黄队询问情况，我举手示意报案。我从头讲起，110万存款只剩200多块，每说一句，10年的血汗就像被撕开一道口子。年轻执法人员忍不住惊叹。黄队眉头紧锁，看向黄燕。黄燕点头承认，拿出转账流水，甩锅给离职的0月。他说收款账户是洗钱账户，银行名誉资金都受损。几句话，他把银行从责任方变成和我一样的受害者。黄队翻看流水，脸色愈发凝重，办公室一片死寂。他告知我会立案追捕嫌疑人，却称存款纠纷属经济纠纷。他建议我走法律途径起诉银行。黄燕嘴角闪过胜利者的微笑，假惺惺劝我耐心等破案。我清楚，处心积虑转走100万的内鬼，哪有那么容易抓到？就算抓到，钱也早没了。这套说辞骗不了任何人。寒意从脚底窜遍全身，银行规章虽严，却被这贪婪的蛀虫钻了空子。但我握紧了报案回执。黄队说过，只要查实是经济犯罪，绝不姑息。执法人员依法按程序进行了详细记录，并建议我同步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。这时手机响起，是苏婉。我手心瞬间冒满冷汗，我不知如何开口，迟疑着按下接听键。苏婉问钱赚了没？爸等着救命钱。苏婉的声音像锥子扎进我心脏，我喉咙发堵，半天挤不出一个字。我撒谎说银行系统故障，下午再处理。他没多疑，说要买菜做我爱吃的红烧肉。挂断电话，我浑身力气被抽空，只剩无边绝望。执法人员叹口气离开，办公室只剩我和黄燕。他卸下伪装，居高临下看着我，语气满是轻蔑。黄燕直言我胡搅蛮缠没用，打官司随便我，还提醒我打官司看证据，转账流水对银行有利。我瞬间看透他的算计、拖延、消耗，逼我认栽。他笃定我一个打工人，耗不起也打不起官司。愤怒与无力扼住我的心脏，愤怒到极致只剩平静。我冷冷看他一眼，他端咖啡的手微微发颤。我转身走出办公室，阳光刺眼，世界与我格格不入。110万是母亲的救命钱，是我和苏婉的未来。我站在街头，像迷路的孩子，茫然无措。目光扫过对面永明律师事务所，鎏金大字刺破绝望，专攻重大经济案件，捍卫合法权益，字字戳中要害。我握紧拳头，黄燕说的没错，打官司拼证据。他以为我没有，却忘了银行本身就是最大破绽。我朝着那栋大楼走去，没有丝毫犹豫。走进律所，高级香氛混着冷气，与工地格格不入。大理石地面光洁如镜，水晶吊灯璀璨，处处透着贵气。前台女孩穿着精致套装，目光扫过我，带着疏离。她问我有没有预约，我低声说咨询银行存款纠纷。她问涉案金额，语气像筛选麻烦客户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说出110万。她笑容瞬间僵硬，惊讶取代疏离。她打电话后态度立刻郑重。她引我进办公室，林雨背对着我站在落地窗前。她高挑利落，短发干练，转身时眼神锐利如刀，27、8岁的年纪，却透着远超同龄人的冷静。我拘谨问好，他开门见山问存款失踪的细节。他让我只讲事实，不带情绪，专业气场让人信服。我定了定神，从头说起，一字不落讲完所有经过，从接父亲电话到银行对峙，从报案到被建议起诉，说到黄燕的嚣张嘴脸，目前证据不足的困境，声音止不住颤抖。林雨静静听着，偶尔在笔记本记下关键词，全程不打断。我紧张等待他的结论，怕他也觉得我以卵击石。他抬眼直视我，条理清晰剖析案件核心。储蓄合同下，银行必须保障存款安全，内鬼作案也需担责。黄燕甩锅个人犯罪是偷换概念，银行难脱机构责任。相关部门定性经济纠纷，起诉与追捕并行，互不冲突。他的话一针见血，追捕并行，互不冲突。他的话一针见血，撕开迷雾，给我指明方向。我急切问官司能不能打，他果断说能打，但很难。银行法务顶尖，资源无限，只会用拖延战术耗死我。诉讼周期能拖1、2年，耗尽我的时间、金钱、精力。他直言诉讼有成本，前期律师费5万，后续还有费用5万块，
像一座大山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我身无分文，仅剩几百块，根本拿不出这笔钱。希望之火瞬间摇摇欲坠，我窘迫得无地自容。林雨审视着我，评估我的决心，而非同情我的处境。他给我2个选择：放弃咨询免费，或签协议交5万。他的话干脆利落，没有半分拖泥带水。协议薄薄一张，却重如千钧，关乎我下半辈子。脑海闪过父母期盼，苏婉的温柔，10年的血汗，那不是数字，是我们的命。我没有退路，我颤抖着手，拿起笔，签下自己的名字，走出律所，手里攥着协议，心里压着5万块的重担。3天期限，我身无分文，连借钱的底气都没有，漫无目的走在街头。夕阳把影子拉得又细又长。苏婉发来消息，问我何时回家，饭菜都准备好了。看着消息，心口像被无形的手死死揪住，喘不过气。我不敢告诉他真相，怕击碎他对生活的所有期待。推开家门，饭菜香气扑面而来。苏婉系着围裙忙碌，桌上2菜1汤，还有我最爱的红烧肉，温暖刺眼。她回头笑问我累不累，笑容和往常一样温柔纯粹。我换鞋的动作僵硬，不敢靠近，怕冻着她。她察觉不对劲，笑容褪去，紧张问我出了什么事。我看着她清澈信任的眼睛，话到嘴边却难以启齿。我们的钱全没了。我声音沙哑，说出110万只剩200多块的事实。我讲了银行的冷漠，黄燕的恶意，律所的协议。苏婉脸上血色瞬间褪尽，摇摇欲坠，扶墙才站稳。她嘴唇哆嗦，盯着我，眼神从难以置信变成绝望。她尖叫着撕碎协议，质问我变成绝望。她尖叫着撕碎协议，质问我疯了，没钱还要打官司。她哭喊10年付出，省吃俭用，就盼安稳日子。她瘫坐在地，泣不成声，字字句句都戳我心口。她哭着劝我认栽，我们斗不过银行，别再添债。我懂她的恐惧，怕不仅丢钱，还毁掉现有生活。我蹲下身，抓住她冰凉的手，强迫她看着我。我告诉她，钱不是丢了，是被偷了，不反抗就真的一无所有。我要讨回10年的血汗，更要守住我们的尊严。我说就算借，就算卖，也会凑齐律师费，官司必须打。她愣愣看着我眼里的决绝，哭声渐渐停了，只剩落泪。许久，她颤抖着附上我的手背，问我们真的能赢吗？我用力点头，不是安慰，是破釜沉舟的坚定。我们相拥坐在冰冷地板上，一夜未眠，沉默压垮空气。桌上饭菜从温热变凉，像我们骤变的人生。天刚蒙蒙亮，我和苏婉双眼布满血丝，一夜无眠。沉默过后，苏婉走进卧室，拿出锁着的铁盒，那是她的嫁妆盒，里面只有存折和零散现金。她轻声说3万2千块，是这些年偷偷攒的私房钱。她把钱推到我面前，说不够的话再想办法。我眼眶发红，紧紧抱住她。这场仗从此不再是我一个人，我们不打算找亲友借钱，不想让所有人跟着担忧。苏婉拿出结婚时的金手镯和项链，那是她唯一的贵重物品。她说拿去典当，眼神平静，没有半分不舍。我说赢了官司，给她买更大的，她只要原来的生活。金店典当换来1万9千块，不多不少，刚好凑齐5万。我立刻把钱打进律所账户，没有丝毫犹豫，打电话告知林雨，他让我半小时后到办公室。我和苏婉一起前往林雨办公室，白板写满案件分析。他直言我们已是一条船上的人，接下来按计划行动。第1步去治安所拿报案回执，这是司法程序的基础。第2步去银行取证，不是吵架，是按程序送达文书。他递给我调取证据通知函，让我亲手交给黄燕并签收。函件要求提供开户至金流水，黄燕并签收。函件要求提供开户至金流水、转账凭证、监控录像。苏婉担心黄燕不肯给，林雨直言签收即代表接收文书，拒绝提供证据反而会成为最有力的证据。他反复叮嘱，言行都可能呈堂证供，全程听指挥录音。我和苏婉对视，眼里燃起前所未有的坚定。我们先去治安所，黄队依法接待了我们，详细询问了调取回执的法律用途，并在核实情况后按规定为我们办理了相关手续。最终，相关部门依法为我们开具了报案回执。随后我们直奔银行。大堂经理见我，脸色骤变，想叫保安，我无视他，径直走向黄燕办公室，推门而入。黄燕悠闲喝咖啡，见我们闯入，满脸厌恶与不耐烦。他重复着之前的说辞，傲慢让我报案或起诉。我没回应，把通知函和身份证复印件放在他桌上，按下录音键。我平静告知他，这是代理律师送达的通知函，请签收。黄燕拿起函件，看到永明律所字样，瞳孔骤然收缩。他知道律所的分量，脸色瞬间难看，傲慢荡然无存。他没想到工地搬砖的我能请到顶尖律所，瞬间慌了神。办公室气氛逆转，主动权从他手里彻底转到我这边。黄燕脸色铁青，死死捏着通知函，手指紧握。永明律所4个字戳破他所有的傲慢与算计。他无法理解我这样的普通人为何能撬动顶尖资源。昨天的掌控感消失殆尽，恐惧在他眼底蔓延。他咬着牙拒绝签收，说要先咨询总行法务部。拖延是他的惯用手段。林雨早已预判到他的反应，我语气平静却强硬，告知他我是通知，不是征求同意。签收是基本程序，拒签会被记入起诉状，恶意拒绝取证。我直言法官看到这条，必然会对银行产生负面判断，字字戳中要害，直击他最在意的声誉与风险。苏婉站在我身边，挽紧我的胳膊，眼神坚定。我们反复演练过话术，每一句都精准打击他的心理防线。
黄燕胸口剧烈起伏，愤怒、震惊、恐惧交织起伏，愤怒、震惊、恐惧交织。他死死盯着我，想找一丝动摇，却只看到平静与决绝。办公室死寂，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。大堂经理探头询问，打破僵局，也逼黄燕做出选择。他不能在下属面前示弱，更不敢赌律所的较真程度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拿出签名章，重重盖在签收栏，签下名字，力道之大，纸张褶皱，满是怨毒与不甘。他把回执推给我，语气冰冷的让我们离开。我小心折好回执放进口袋，这是反击的第一声号角。我平静致谢，直言希望他准备的证据和态度一样强硬。说完，我拉着苏婉转身离开，不再看他铁青的脸色。走出银行，我们长长舒气，浑身被冷汗浸透，但心里却无比踏实，力量从心底破土而出。苏婉看着我，眼里亮晶晶的，说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。我笑着回应，从今天起，该轮到他们彻夜难眠了。我们火急火燎赶回永明律所，林宇在办公室等着，面前咖啡早凉透了，他目光直盯我手里的回执。开门见山问拿到没？我把回执和录音手机摆上桌面，林宇细查签名印章，确认无误后戴上耳机，听10几分钟的录音。我和苏婉端坐对面，心提到嗓子眼，办公室只剩秒针滴答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他全程面无表情，像冷静的解剖者，拆解黄燕每句威胁，停顿与不稳呼吸。听完摘耳机，嘴角扯出极淡的笑，直言效果远超预期。苏婉急问，对方起初拒签，是不是对我们很不利？林宇摇头说恰恰相反，犹豫、愤怒、不情愿与被迫签收，录音里全是痕迹。普通录音经司法鉴定就是铁证，能证明银行从始至终抗拒、拖延合法取证，清白者绝不会是这种反应。这话点透本质，我们瞬间豁然开朗。所有波折都是伏笔，官司从踏入银行起就是一盘算好的棋。林宇指挥我们落了关键第一子。我问下一步，林宇说先等15个工作日，银行必须答复。他列出3种可能：自认理亏交证据，概率为0，给无可能；自认理亏交证据，概率为0，给无关流水，聚焦监控与凭证，直接无视拖期。我皱眉，后2种情况我们照样拿不到证据。林宇眼神锐利，说不等对方。他拿出打印好的民事起诉状，说早些好了，明天派助理立案，立案后申请调查令，由法院强制取证，拒不配合就受法律制裁。我和苏婉心潮澎湃，法律武器环环相扣，步步紧逼，从无半分含糊。林宇交代我们，等待开庭时，核心任务是找林月，相关部门正在走法定程序全力侦办，但为了尽快挽回损失，我们也要尽力去搜集线索。林月是案子核心，他的动机、赃款去向，是否有同伙，只有他知道。找到他，胜算从7成拉满10成。我茫然，偌大城市找存心躲藏的人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林宇递来林月信息、身份证号、旧住址、旧电话，电话空号，住址人去楼空，人活着必留痕迹。他的亲友、同学、旧同事都是线索，这是关我们110万。他是串联证据链的关键。我攥紧纸张，和苏婉对视，都清楚真正的战斗才刚刚拉开序幕。傍晚从律所出来，一路沉默，脑子里反复盘旋立案、调查令、找林月3件事。前路迷雾重重，方向虽有，未知与艰险从未减少半分。回到狭小出租屋，一片狼藉，昨天撕碎的协议散落满地，凉透的红烧肉凝着油垢，曾经的憧憬早和这盘菜一样冰冷僵硬，碎得捡不起来。苏婉默默收拾碎片，我瘫坐沙发，浑身骨头像散了架。一天大起大落，耗尽所有心力，家人专属铃声突兀响起，是父亲来电，心瞬间沉底，手心冒冷汗，该来的躲不掉。深吸气接起，开免提，父亲语气焦急，催问银行系统修好没，钱转过来没，医院在催。他的话像鞭子抽心，我能想象他饱经风霜的脸，写满焦虑与期盼。我张张嘴，喉咙干涩发不出声。昨天的谎言刚用过，今天已经没有新谎可编。苏婉停下动作，今天已经没有新谎可编。苏婉停下动作，紧张盯着我，我艰难开口，谎称账户冻结，暂转不出钱。父亲瞬间拔高声音，质问是不是在外犯事，语气满是怀疑。我急忙否认，说是银行内部核查，要等几天。他追问几天，语气带上责备。母亲虽脱离危险，但仍在昏迷，却等来这种结果。我哑口无言，又急又愧。他打断，给我3天期限，再不打钱就进城找我，还说知道我工地在哪。电话猛地挂断，忙音刺耳，巨大压力如山压顶，瞬间将我淹没。一边是漫长官司，一边是老家催逼误解，兜里连吃饭钱都快没了，无力感铺天盖地。我埋手臂弯，肩膀颤抖，工地被钢筋砸脚流血都没掉泪，此刻眼眶滚烫，一只温暖的手抚上后背。苏婉从身后抱住我，下巴抵我肩头，温热液体滴在我脖颈。她在哭，我们像暴风雨里相互取暖的刺猬，脆弱又狼狈。许久抬头，眼睛通红，声音嘶哑，说对不起他，也对不起父母。苏婉摇头擦我眼角泪，说不关我的事，眼神清醒又坚定。她重申林宇的话，不能知道，官司要打，眼前的坎也要自己跨，必须凑30万应急。我苦笑，身上加起来不到200块。苏婉吐出2个字，借钱。我懂她的性子，说出这2字要多大勇气。我问找谁借，亲友没人能一下子拿出30万。她看着我，说出苏媛的名字。苏媛，苏婉清姐，
我名义上的大姨子，却是活在另一个世界的陌生人。当年苏婉不顾家人反对嫁我，苏媛一直不看好我们，觉得妹妹跟着我会吃苦。后来苏媛嫁有钱人秦月，住别墅开豪车，我们在底层挣扎，两家几乎断联。逢年过节苏婉打电话，多是忙因或秦月吃笑，关系冷得像冰，找他们借钱纯属自取其辱。我下意识拒绝，直言去了只会受辱。苏婉惨然一笑，泪水又落。她反问我们还有尊严吗？110万消失时，尊严早被踩在脚下。可父母怎么办？3天期限拿不出钱，可父母怎么办？3天期限拿不出钱，妈妈的病情怎么办？他的话字字扎心。我们早已退无可退，刀山火海也得闯。我看着他憔悴苍白的脸，沉重点头。第二天，我们换上最干净体面的衣服。苏婉化淡妆遮憔悴，黑眼圈与愁容藏不住，看着老了5岁。坐1小时公交到蓉城最高档的云顶山庄，流经大门内别墅如宫殿，压迫感扑面而来。保安打量轻蔑，打电话确认后放行。走10几分钟找到苏媛的别墅，3层带花园泳池，门口停黑色保时捷。苏婉站门前手抖，不敢按门铃。我握住她的手，给她拥抱，说别怕，有我。按下门铃，清脆铃声是屈辱之旅的开场。保姆开门引我们进金碧辉煌的客厅，空旷的让人不适。苏媛坐真皮沙发喝下午茶，身边丈夫秦月穿高尔夫球衫，身材发福，全程没起身。秦月态度冷淡，表示自己生意上的资金周转也很困难。我攥紧拳头，苏婉身体僵硬，脸色更白。苏媛皱眉打圆场，语气疏离尴尬，带着不易察觉的怜悯。苏媛皱眉打圆场，语气疏离尴尬，带着不易察觉的怜悯。让我们坐旁边的小沙发，我们没坐，局促站在客厅中央，与奢华环境格格不入，像犯错的孩子。苏婉颤抖开口说找他帮忙，用尽全身力气说出借钱2字，说完头深深低下。秦月慢条斯理问借多少，苏婉小声说30万。秦月挑眉说可以借，我们瞬间燃起希望。他话锋一转，慢条斯理说近期生意投资占用了大量现金流，让我们等2个月。我大脑一片空白。苏婉脸色煞白，我看着秦月的脸，看着苏媛隐忍的表情，看着苏婉含泪的眼，攥紧的拳头缓缓松开，拉起苏婉的手，平静说我们走。秦月满脸意外，我没回头，拉着苏婉朝大门走。我始终没回头，握紧苏婉的手，走出别墅。午后阳光刺眼，却暖不透冰冷的心。回去路上一路沉默，别墅的屈辱反复在脑海回放。苏婉靠我肩膀无声落泪，泪水浸湿我 T 恤，冰凉刺骨。她夹在清洁与丈夫间，承受所有难堪。我道歉，说自己没用，让她受委屈。清洁与丈夫间，承受所有难堪。我道歉，说自己没用，让她受委屈。苏婉摇头，说她不该带我去，不该去求他们。回到出租屋，两人像斗败的困兽，疲惫沮丧。借钱路彻底堵死，3天期限已过1天半，压力如乌云压顶。沉默许久，苏婉抬头，眼神决绝，不再求人，只能靠自己。她拿出林月的信息纸，重申打赢官司拿回钱是唯一出路，找林月是关键。她的话驱散迷茫无力，求人不如求己，命运要握在自己手里。我猛地站起，附和去找林月，立刻打车去林月旧住址，老旧城中村，脏乱嘈杂，人员混杂。找到楼栋，房东是啤酒肚中年男人，一听找林月，满脸晦气，说他欠2个月房租跑了，问我们是不是替他还钱。解释来意后，房东态度缓和，却无有用线索，说他深居简出，极少与人来往。挨家询问邻居，全是不耐烦的拒绝，线索逐渐渺茫。天色渐暗，准备次日再来时，树荫下乘凉的老太太问我们是不是找林月。我们急忙上前，老太太说不算认识，只知她花钱大方，常买贵东西，自称银行上班。这些信息已知，没价值。苏婉耐心追问她的朋友，老太太说她对门住过个叫和平的姑娘，两人常一起出门。和平，我们瞬间燃起希望，追问和平下落。老太太说和平早搬走了，心又沉下去。老太太补充，和平提过在城西梦莎美容院上班。线索如闪电劈开黑暗，我们激动对视，终于有了方向，立刻打车直奔梦莎美容院。40分钟后到店，粉色霓虹醒目，店内富丽堂皇，顾客衣着精致，我们朴素衣着与这里格格不入。苏婉整理衣服，深吸气推门而入，前台小姐职业微笑，眼神带着轻视，问是否预约。我说不办业务，来找人。对方皱眉警惕，直言找员工和平。前台脸色微变，追问我们身份。苏婉谎称是朋友，和平家里急事联系不上。前台半信半疑，说和平已下班，追问住址电话。前台拒绝透露员工隐私，线索眼看要断不上。前台半信半疑，说和平已下班，追问住址电话。前台拒绝透露员工隐私，线索眼看要断。身后传来慵懒女声，问找和平做什么。回头见穿制服的店长丽丽，气质干练，胸牌清晰。丽丽让前台退下，打量我们，直言不像找麻烦的，让我们说实话。我决定坦诚，简述存款被盗，林月是嫌疑人，和平知线索的事。语气平静，憔悴绝望藏不住。丽丽沉默许久，收起玩味，面露同情，说和平本月刚辞职，希望在落空，心凉半截。丽丽补充，和平辞职前提过老乡林月摊上大事，和一个男人有关，男人欠债，林月为还债犯错，钱被卷跑躲起来，印证猜测林月既是罪人，也是可怜人。追问和平下落，丽丽写下手机号与租住地址，
说和平留下的，不确定能否联系上。接过纸条，手抖不停。这是我们全部希望。再三道谢，深深鞠躬，冲出美容院，立刻拨打电话。响了许久，就在绝望边缘时，电话接通了。年轻女生带着警惕：“是和平。”接通瞬间，激动的语无伦次。苏婉先开口：“自报找和平。”对方警惕反问身份。我抢过电话，谎称是林月朋友，找他有紧急重要的事。和平声音尖锐，否认认识林月，要挂电话。我急忙阻止，说知道他出事，不是找麻烦，是想帮他。电话沉默，传来急促呼吸。他动摇了，放缓语气，直言知道他害怕。现在只有我们能帮林月，只有他能帮我们。我们丢了110万，只想拿回钱。和平低低啜泣，说他1个月没联系林月，林月只说对不起他，让他忘了自己。心再次下沉，追问害林月的男人。和平抽泣说叫王非凡，骗走所有钱，说远走高飞却消失，毁了林月。王非凡名字刻进心里。追问下落，和平说王非凡常去东街兄弟台球厅打牌。挂断电话，目标转向王非凡，立刻打车直奔东街。东街是老城区，龙蛇。挂断电话，目标转向王非凡，立刻打车直奔东街。东街是老城区，龙蛇混杂，巷子昏暗，霓虹闪烁，弥漫混乱危险气息。很快找到地下室的兄弟台球厅，楼梯口烟味捍卫刺鼻，人声鼎沸，音乐刺耳，台球撞击声嘈杂，我们与环境格格不入，一进去就引来几道目光。我下意识将苏婉护在身后。黄毛小子晃悠过来，叼烟问我们是不是找人，直言找王非凡。黄毛眼神转动，嗤笑我们不配找他要账。黄毛阻拦，我推开他，目光扫视全场，角落看到消瘦苍白的男人，他正和几个人围在桌前打牌，桌上散落着一些筹码。直觉告诉我，他就是王非凡，径直朝角落走。苏婉紧随其后，手心全是汗。王非凡抬头，眯眼不耐狠厉，问我是谁。走到桌前站定，死死盯着他，确认他是王非凡。他咧嘴笑，黄牙刺眼，承认身份，问我有事。我没回答，猛地翻起他面前的黑桃 A， 搅黄他稳赢的牌局。王非凡笑容凝固，猛地起身揪住我衣领。众人围过来看好戏，我盯着他扭曲的脸。猛地起身揪住我衣领。众人围过来看好戏，我盯着他扭曲的脸，一字一句问：林月的钱是不是你拿了？听到林月2字，王非凡瞳孔骤缩，揪我衣领的手松了半分，转瞬的慌乱藏不住他的心虚，也印证了我的判断。他立刻装凶否认，声称从不认识林月，逼问我的来意。他身边的马仔围上来，气氛瞬间紧绷。苏婉吓得脸色惨白，死死攥着我的胳膊，指尖全是凉意。我毫无惧意，愤怒早已烧尽恐惧，只剩破釜沉舟的冷静。我看着他冷笑，直言林月为他偷了110万，字字清晰。110万的数字像惊雷炸响，全场哗然，目光皆投向王非凡。众人眼神里藏着震惊、贪婪，还有毫不掩饰的嫉妒。王非凡脸色铁青，他清楚露富是混这行的大忌，后患无穷。他骂我血口喷人，猛地向前一步，试图对我动手。我没躲，死死盯着他，吼出他没拿到钱的真相。全场死寂，所有人都僵在原地。王非凡满脸难以置信，脱口问我怎么知道。话落便知失言。他的慌乱坐实了所有猜测，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。我一根根掰开他的手指，直言整件事是圈套，针对林月也针对他。幕后设局之人是银行经理黄燕。话音落下，王非凡浑身剧烈颤抖，他脸上血色尽退，那是深入骨髓的恐惧，远超对我的忌惮。我本是大胆猜测，刻意诈唬，赌普通柜员没能力转走100万巨款。黄燕的置身事外，急于撇清，本就是最明显的破绽。没想到竟一语中的，王非凡的反应撕开了所有伪装。他颤抖着问我身份，语气里满是惊恐与不解。我直言身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和林月都只是黄燕的妻子。黄燕利用他的债逼他骗林月，再借林月职务之便转走储户存款，事成后将2人弃如敝履，独吞巨款，让他成通缉犯。每一句话都戳中要害，击碎王非凡的心理防线。他瘫坐在地，眼神涣散，他喃喃自语，哭诉黄燕承诺给20万，事后不仅自语，哭诉黄燕承诺给20万，事后不仅没给钱，还威胁他闭嘴。他恐惧地说，黄燕拿他过去的案底和债做威胁，让他永远翻不了身。全场死寂，所有人都被这层层阴谋震得说不出话。苏婉捂住嘴，眼中满是震惊与后怕。从没想过内鬼另有其人，我们一直追查的敌人是林月，真正的黑手竟是道貌岸然的银行高管黄燕。这是一场精心策划、坚守自盗的完美犯罪，歹毒又周密。我蹲下身，声音冰冷，逼问王非凡林月的下落。他痛苦摇头，说黄燕带走了林月，最后一面在城郊废弃仓库。他坦言黄燕逼着林月签了很多文件，之后再没见过林月。废弃仓库4个字让我心头一紧，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心头，林月恐怕已遭转移。若真是如此，唯一证人没了，我们将彻底被动。我抓住他肩膀用力摇晃，逼问仓库具体地址，语气急切。王非凡眼神呆滞，报出地址。我立刻起身拉起苏婉，准备出发。刚要离开，台球厅门口传来骚动，几个大汉堵住出口，为首的刀疤脸目光阴滞，扫视全场后锁定我和瘫坐的王非凡。他冷笑一声，转述黄燕的话，警告我们最好闭嘴，不要多管闲事。我的心沉到谷底，黄燕的人来得如此之快，我们被全程监控。刀疤脸眼神如毒蛇，
死死锁定我和王非凡，手下散开形成包围。看热闹的小混混吓得脸色发白，缩到墙角，生怕引火烧身。地下室死寂无声，空气里满是令人窒息的压迫感，连呼吸都沉重。苏婉的手剧烈颤抖，紧紧抓着我，恐惧几乎让他站立不稳。王非凡瘫在地上，毫无起身之力，脸上只剩绝望与恐惧。他嘴唇哆嗦，彻底没了反抗之心。我心中冰冷，低估了黄燕的狠毒与果决。我们的行动全在他掌控。刀疤脸朝我狞笑，直言本只找王非凡，如今我也得跟他们走。他给手下使眼色，两个大汉逼近，我将苏婉和王非凡护在身后，大脑飞速运转，思考破局之法。硬拼毫无胜算，对方人多势众，都是专业打手。毫无胜算，对方人多势众，都是专业打手。我只有蛮力。地下室环境复杂，等执法人员赶到还需要时间，我们必须先想办法自救突围，唯一的生路是自救。我强迫自己冷静，快速扫视台球厅寻找可用之物。台球、桌球杆、啤酒瓶都不足以成为决定性武器，难破困局。目光扫到墙角红色消防箱，一个疯狂又冒险的计划瞬间成型。两个大汉已到身前，举着甩棍面露残忍笑意，随时准备动手。刀疤脸下令动手，甩棍即将落下的刹那，我猛地推开苏婉和王非凡，我嘶吼着让他们快跑，自己迎着大汉冲了上去，反其道而行。他们没料到我敢反抗，愣了一瞬，这一瞬就是生机。我从两人缝隙擦身而过，目标不是他们，而是墙角的消防箱。冲到消防箱前，我用尽全身力气一脚踹碎玻璃门，碎片四溅，顾不上被玻璃划破的手，我抓出里面的干粉灭火器，死死攥在手里。刀疤脸和手下反应过来，怒吼着从四面八方朝我包抄，杀气腾腾。我毫不犹豫拔掉保险销刀，将喷嘴对准人群，狠狠按下压把，白色干粉喷涌而出，像浓雾瞬间笼罩整个地下室，遮蔽所有视线。刺鼻的干粉呛得大汉们剧烈咳嗽，眼睛被迷住，陷入混乱。整个台球厅瞬间混乱黑暗，所有人视线受阻，互相碰撞咒骂。机会来了，我丢掉喷空的灭火器，朝着记忆中苏婉的方向冲去，大喊苏婉的名字。很快听到他慌乱的回应，循着声音抓住他的手，再抓住地上发抖的王非凡衣领，硬生生将他从地上拖起来，不让他掉队。我拉着两人，凭着记忆朝着出口狂奔，不敢有丝毫停顿。身后传来刀疤脸气急败坏的怒吼，下令拦住我们，却为时已晚。我们冲出烟雾弥漫的台球厅，冲上楼梯，扎进东街复杂的夜色里。身后脚步声、叫骂声紧追不舍，我们不敢回头，只顾拼命奔跑。我们趁乱钻进交错的小巷，只有一个念头：跑。我们在小巷里快速穿梭，努力甩开身后的尾巴，肺部灼烧般疼痛，像要炸开。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血腥味。苏婉体力透支，数次险些摔倒，全靠我用力拖拽，才勉强跟上。王非凡最是不堪，酒色掏空身体，好5分钟就瘫倒在地，死活不肯动。他大口喘气，让我们别管他，说自己认命。看着他烂泥扶不上墙的模样，我又气又急，揪住他衣领将他拎起。我低吼着告诉他，死了就彻底完了，黄燕不会放过他，执法人员会通缉他，只有活着指证黄燕，他才有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机会，逼他认清现实。求生本能战胜恐惧，王非凡眼中恢复一丝神采，咬牙点头，愿意继续跑。我不再废话，架起他一条胳膊，和苏婉一起拖着他往前冲，专挑狭窄黑暗的巷子钻，避开大路，不敢留下任何痕迹。不知跑了多久，身后追赶声渐渐消失，暂时摆脱了追踪，躲进堆满废弃纸箱的死胡同。三人瘫倒在地，大口喘着粗气，浑身冷汗。夜风吹来带着凉意，却吹不散刚才惊心动魄的后怕。心有余悸，只要刚才稍有犹豫，此刻我们早已落入黄燕手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苏婉声音颤抖，带着后怕询问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，满脸茫然。王非凡缩在角落，瑟瑟发抖，像受惊的兔子，毫无主见。我清楚，我们只是暂时安全，这种安全不堪一击，随时会被打破。黄燕在荣成根基身后，势力盘根错节，找到我们只是时间问题。躲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只会把主动权彻底交到对方手里，坐以待毙。唯一的生路是反击，用最快最狠的方式直击要害，打蛇打7寸。我看向发抖的王非凡，再次逼问废弃仓库的具体位置，眼神坚定。王非凡愣住，满脸恐惧，直言那地方是魔窟，黄燕肯定布下天罗地网。我点头承认危险，直言最危险的地方，此刻反而最安全。黄燕定以为我们吓破胆，四处躲藏，绝不会想到我们敢杀回马枪。我们要赶在他销毁证据前，找到能一击致命的关键线索，扭转局势。我的话让苏婉和王非凡愣住，两人都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，难以置信。苏婉拉着我的手，急切劝阻，说此举太过危险，无异于自投罗网。我反手握住他冰凉的手，让他相信我，直言我们早已没有退路，这是我们唯一翻盘的机会，赌赢了就能揪出黄燕，讨回公道。我转头死死盯着王非凡，再次逼问地址，语气不容置疑。王非凡被我的气势震慑，犹豫许久，颤抖着报出东郊废弃第3钢铁厂3号仓库。我立刻拿出手机，在地图上定位，位置偏僻，四周全是荒地，荒无人烟，偏僻隐蔽，不易被发现，符合黄燕的行事风格。我没有犹豫，拨通林宇的电话，电话一响就被接通。林宇语气急切，他询问我们的情况，
直言听闻我们出事，满是担忧。消息果然灵通，我快速说明情况，告知幕后黑手是黄燕，已拿到关键证人，找到疑似犯罪现场。我把仓库地址告知他，说明我们正准备前往寻找证据。他叮嘱我们首要任务是找证据，避免正面冲突，已联系相关部门高层启动预案。林宇坦言，相关部门支援抵达前，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，务必保护好自己和证人。挂断电话，心中多了底气。我们并非孤军奋战，林宇在后方全力支援。我拦下路过的出租车，司机见我们狼狈模样，面露犹豫，不愿再客。我掏出仅剩的几百块钱拍在他面前，承诺钱全归他，只求送我们去东郊。看着现金，司机最终妥协，打开车门，我们迅速上车，车辆疾驰而去。车窗外城市灯火飞速倒退，夜色深沉，前路未知，唯有决心不变。黄燕，我来了，这场博弈该由我来制定规则，揭穿你的真面目。出租车在颠簸土路上行驶半小时，抵达废弃第3钢铁厂，荒草丛生，破败荒凉。月光下，巨大厂房剪影如蛰伏巨兽，阴森诡异，透着令人心悸的死寂。我们下车，司机拿了钱立刻驱车离开，仿佛多待1秒都怕沾染晦气。四周死寂，只有风吹荒草的沙沙声，以及我们越来越响的心跳声，紧张压抑。王非凡指着最破败的3号仓库，声音颤抖，确认就是此处，恐惧难以掩饰。我点头，打开手机手电筒，微弱光线划破黑暗，照亮前路，也照亮未知危险。我示意2人跟上，3人深一脚浅一脚，朝着仓库缓慢走去，步步谨慎。仓库大门锈迹斑斑，被粗大铁链锁住，旁边小门虚掩，明显被人撬开。我们小心翼翼推开小门，走进仓库，铁锈灰尘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，呛得人不适。仓库内部空旷巨大，空间安静的能听见回声，我们的脚步声被放大，格外刺耳，打破死寂。我低声询问王非凡，林月当时被带到哪个位置？压低声音，避免惊动外人。王非凡浑身发抖，指着仓库最深处角落，说黄燕就在那里逼林月签文件。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缓慢前行，手电筒光线缓缓扫过地面，仔细勘察痕迹。厚灰尘上有凌乱脚印和车轮印，部分被掩盖，证明近期确实有人来过此地。走到角落，堆放着废弃机器零件和木托盘，像一座小山，遮挡视线。王非凡指着空地，确认黄燕逼林月签字的地方，语气依旧颤抖。我用手电筒仔细照向空地，地面杂乱脚印，还有撕碎的纸张碎片散落一地。我蹲下身捡起碎片，依稀辨认出贷款、抵押、自愿等字样，是伪造合同。这些都是黄燕栽赃林月、做平账目的假文件，铁证之一被随意丢弃。我们继续仔细搜索，不放过任何角落，希望找到更多关键证据，揭穿阴谋。苏婉突然低声惊呼，语气里有惊喜也有恐惧，似乎发现了重要东西。我们立刻凑过去，苏婉指着木托盘缝隙，手电筒光线下一点白色微光闪烁。我小心翼翼从缝隙捏出物品，是一枚普通珍珠耳钉，做工精致，款式常见。王非凡失声确认，这是林月的耳钉，生日时所买，他格外珍爱，从不离身。这是林月的耳钉，生日时所买，他格外珍爱，从不离身。我的心骤然一沉，耳钉在此，印证王非凡所言属实，林月确实来过此处，同时也预示林月在此遭遇不测，凶多吉少，情况远比预想的糟糕。我用纸巾小心包好耳钉放进兜里，这是重要物证，能证明林月来过此地。我让2人继续搜索，寻找更多线索，务必找到能证明黄燕罪行的证据。我们翻开破旧帆布，角落的地面略显凌乱，散落着林月的随身文件和物品，显示出他可能在这里遭遇了非法控制。苏婉吓得后退一步，捂住嘴，强忍着恐惧，脸色发白，不敢直视。王非凡双腿一软，瘫坐在地，面对眼前的景象显得极为慌乱。我心沉谷底，这证明林月在此受伤，且被人强行拖走，生死未卜。耳钉、挣扎的痕迹、散落的文件，所有线索指向同一可怕真相：林月在这里遭遇了非法的强制控制，并被迫签下了不平等的条约。黄燕为了掩盖职务侵占的罪行，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，变得不择手段。就在我们被真相震惊，陷入沉重压抑时，仓库外传来刺耳刹车声，划破死寂。2道雪亮车灯穿透仓库窗户，照亮我们所在角落，亮如白昼，刺眼夺目。我们3人瞬间僵在原地，动弹不得，心脏狂跳，恐惧再次袭来，危机重现。有人来了，是黄燕，他深知罪行败露，企图连夜销毁最后的证据，掩盖一切。雪亮车灯如利刃剖开黑暗，光柱中尘埃飞舞，像受惊幽灵，诡异又压抑。我下意识将苏婉和王非凡护在身后，眯眼紧盯光源，做好应对准备。车门打开的声音格外刺耳，放大数倍，在空旷仓库回荡，令人毛骨悚然。高挑身影从驾驶座走出，昂贵职业套裙，一丝不苟的发型，金丝眼镜，气质冰冷，是黄燕。惨白车灯映照下，她的脸毫无表情，眼神阴狠。她身后跟着几人，为首正是刀疤脸。他们迅速散开，包围我们所在角落，堵死所有退路，包围我们所在角落，堵死所有退路，插翅难飞，绝境无疑。黄燕缓步走来，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，清脆声响，每一步都踩在我们心上。她开口嘲讽，语气轻蔑，直言不知该夸我勇敢，还是骂我愚蠢。本以为我们会躲在暗处瑟瑟发抖，没想到敢闯她的地盘。王非凡吓得瘫软在地，彻底吓破胆，
毫无反抗之力。苏婉紧抓我衣服，浑身颤抖，却没哭，眼神充满恨意，死死瞪着黄燕，不屈不挠。我大脑飞速运转，手里只剩半罐干粉灭火器，面对7、8个壮汉，毫无胜算。我强迫自己冷静，开口反击，直言他未必赢。我的律师已报案，执法人员即将抵达。黄燕夸张大笑，笑声尖利刺耳，直言我太过天真，他早有准备，堵死所有路口。他冷笑着说，这地方偏僻废弃已久，就算报案，救援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具体位置。苏婉激动质问黄燕，无冤无仇为何害我们？那是我们10年血汗钱，满是不甘。黄燕笑容消失，他直言盯上我的110万，觉得是天赐礼物。林月和王非凡只是棋子，用完即弃。他转头厌恶地看着王非凡，又看向我，冷笑着说我执迷不悟。黄燕冷冷地挥手，示意手下将我们强行控制起来。刀疤脸狞笑应下，我握紧灭火器，决心拼死一搏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目光扫过黄燕身后轿车，车窗缝隙露出淡蓝色碎花衣角，我瞳孔骤缩，认出那是林月的连衣裙款式，她还活着，就在车里。疯狂念头成型，刀疤脸怒吼动手，我没有迎战，拿起灭火器向前方喷射出大片干粉，同时拉着苏婉转身狂奔。我们没有逃向出口，反而直冲黄燕和轿车。黄燕和手下没料到我的举动，预想我们会逃向出口，没人想到我敢冲向核心。被干粉阻挡视线的刀疤脸一时失去平衡摔倒，其他打手立刻反应，试图从两侧包抄。我与黄燕距离仅5米，却如天堑。我猛地推开苏婉，让她躲开，自己狼狈打滚。苏婉凄厉尖叫，想要冲过来，我嘶吼阻止。苏婉凄厉尖叫，想要冲过来，我嘶吼阻止，不让他靠近。打手围上来，我眼前发黑，准备迎接死亡时，尖锐警笛声由远及近，响彻钢铁厂。警笛声嘹亮，如福音降临。仓库内所有人僵住。黄燕难以置信，质问执法人员为何来得这么快。10几辆执勤车辆包围仓库，红蓝警灯闪烁，车灯照亮仓库，亮如白昼。正义降临。黄燕被死死按在地上，手下全部被制服，危机彻底解除，紧绷的神经瞬间松懈。我眼前一黑，彻底失去知觉。昏迷前看到苏婉和林雨焦急的脸，再次睁眼，闻到医院特有的来苏水味，躺在雪白病床上，窗外天色蒙蒙亮，晨曦洒落。苏婉坐在床边，眼睛红肿，满脸疲惫，眼神却满是失而复得的喜悦。我沙哑询问身处何地，苏婉回应在医院，告知我后背软组织挫伤，休养即可痊愈。我挣扎起身，急切询问黄燕、林月、王非凡的情况，满心牵挂，想知道最终结果。苏婉笑着说一切都结束了，缓缓告知后续所有事情，语气轻松，满是释然。黄燕和手下全部落网，车内和仓库找到大量铁证，伪造合同、转账记录、陷害文件一应俱全。面对铁证，黄燕招供所有罪行，涉嫌职务侵占、绑架，难逃重刑。林月被及时救下送医，注射镇定剂导致虚弱，无生命危险。醒来后指证黄燕罪行。王非凡因最后协助相关部门有立功表现，获得从轻处理机会，改过自新有望。总行风控中心在接到相关部门通报后高度重视，连夜协同办案，彻底查清了黄燕的个人犯罪事实。110万血汗钱，银行启动紧急赔付程序，最快3天内全额返还，另付精神赔偿，并承诺对该网点进行严肃的内部整顿。林宇垫付所有医药费，说案子是他生涯里最惊险也最漂亮的一仗，满心认可。我静静听着，心中五味杂陈。短短几天，人生从天堂跌入地狱，再重返人间，这一切像从天堂跌入地狱，再重返人间，这一切像一场荒诞又真实的梦。我们从卑微蝼蚁，最终扳倒看似不可战胜的恶魔。手机响起，是父亲来电。苏婉帮我接通，电话那头传来父亲焦急的声音，催要欠款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平静轻松，告知父亲银行问题已解决，明天前打款30万，分文不少。电话那头沉默许久，传来父亲如释重负，带着哽咽的回应。挂断电话，看着窗外冉冉升起的朝阳，金色阳光洒满病房，温暖而充满希望。苏婉俯身亲吻我的额头，眼角滑落泪珠，这一次是劫后余生苦尽甘来的幸福泪水。我握紧他的手，看着他的眼睛，直言出院后就去买他舍不得买的钻石戒指。苏婉泪水汹涌，却笑得灿烂，比窗外阳光更耀眼，幸福洋溢，满心欢喜。我清楚，从今天起，我们的人生将翻开全新篇章，阳光普照，再无阴霾与恐惧，黎明终至。